产科技能竞赛，包括缝合、问诊，还有胎盘剥离3项。当然，这也是看谁能先升职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。为了让你们进步得更快，我决定让你们早一点加入妇科肿瘤病房的工作。真的吗？什么时候开始？我会选一个合适的病患，让你们参与到他整个诊疗过程。备战妇产科技能竞赛应该就这几天吧？你们去看看，产科病房里面还有几个病人是你们管的，回来给我汇报一下情况，我来协调工作。好，那我马上去。嗯。又怎么了？黄主任，这次我一定会尽最大努力的，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望。哎呀，我还担心你会打退堂鼓呢。我也快临产了，帮不了你多久。如果你真的还有竞争住院总的这个决心的话，你必须得全心全意、全力以赴，知道吗？以前你帮我的已经很多了，接下来你就看我的表现吧。终于来这儿了。怎么了？自己一个人坐在这儿发呆？我冷。你发烧了？没有，我刚从肿瘤病区出来。你已经开始肿瘤病区轮转了，这应该是最后一个轮转病区了，你下来了。我真的很不喜欢那儿，太压抑了，太冰冷了。尤其是晚期肿瘤患者的病房，你一进去，你看到每一张都是季节告别的脸，那种冰冷，从脚心到头顶。杜弟他什么感觉啊？他倒是挺开心的，因为做妇科肿瘤方向的医生一直是他的梦想。我感觉他像是进了大海的鲨鱼。这符合他的野心，不过同时也说明你还比较有人味儿。盛季妇产科4大科室：产科、普通妇科、妇科肿瘤、生殖中心，其中收入最高、升职最快的就是妇科肿瘤，因为手术多，腔镜检查多。人家杜弟挺会挑的。可是我还是喜欢产科，我喜欢把小孩带到这个世界上来。我觉得产科的欢乐和希望是其他科室都没有的。好吧，那为了你早日成为产科大医生，还得继续努力啊。走吧，我们去教学室。走。给我准备什么好东西啊？这么多练习材料啊！你今天这么忙，什么时候准备？趁着吃饭的时间。你竞赛备战这件事情，我包了。缝不错，下次在缝合的时候，剪线的距离要高出1厘米的距离。哪里的眼毛咕噜咕噜的？你饿了吗？陪我练了这么久，我请你吃饭吧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去我家吃饭。我姐姐已经给我们2个准备好了。你还有姐姐？说实话。哎，吴医生，动筷子呀！我到现在脑子还没转过来。你们俩是姐弟？是。亲姐弟，一个爹一个妈那种。对。吴医生，你今儿可真漂亮。
你说你人长得又好看，心还善，还老帮我，我就一直想请你吃个饭表示感谢。但我也知道你们这大城市里得去那种特别贵的馆子才显得有诚意。咱家就这条件，别见笑哈。没有没有，姐姐已经很好了，您这菜做的看着比馆子里还好呢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我有一段时间不是在那个餐馆洗碗打工嘛？我就跟那大厨偷着学的。哎，吃。怎么样？你这手艺，你还当什么护工啊？你要是在咱们医院门口要开个馆子的话，上回那包子是姐姐包的。你看我这样的像会包包子的人吗？就他，你长得就像个会吃包子的人。姐，说话得给我点面子啊！赶紧给人加点菜，自己吃啊！啊，sorry，你吃点。问问人家辣的行不行啊？行吗？哎呀，好撑啊！我都撑到嗓子眼儿了。哎，你是真的觉得好吃，还是给我和姐的面子？真的好吃啊！我要是每天能吃到那么多好吃的菜，那我得多幸福。你能啊？我姐姐呢，小学毕业就辍学了，因为我父母走得早，所以她为了继续供我读书，很早就去外面打工赚钱了。我不想让别人知道，我父母都是农民，还有那么一个半文盲的姐姐，所以我就谎称我父母都是高知，因为飞机失事丧生，来博取大家的敬佩和同情。就连我姐姐跟我在同一家医院、同一个科室工作，我都不敢承认那是我亲姐姐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宋姐，这就是最糟糕的李俊孝。我把最糟糕的我告诉你，是因为我喜欢你，我不想骗你。你知道这些之后，能不能给我机会，让我做你男朋友？可是你是杜迪的前男友。我们两个分手很久了，而且我最开始喜欢的就是你，但那个时候你跟冯远航已经确定了恋情，我没办法横刀夺爱。我知道你跟杜迪感情好。我们两个之所以分手，是因为我们人生目标不一样。但我真的喜欢你很久。我们两个都喜欢小孩，喜欢家庭的温暖，三观一致，目标相同。宋然，可以考虑一下我。你这黑眼圈怎么回事啊？大赛之前不要分心，好好休息，好好练习，不然怎么赢啊？知道了。竞赛的项目中，缝合和胎盘剥离，你们都可以在业余的时间自己练习。最不可控的是问诊这一项，引言、主诉、现病史、既往史、系统回顾、个人史、家族史、结论，你们都考过很多遍了，但是到底有没有理解到每一步的作用？并且在问诊的过程中贯彻执行，平时可能看不出来，但是在竞赛的时候，考官都会挖好坑让你们跳进去。难度最高的是只有一句话的主诉，后面的新病史、既往史都得让考生自己挖掘探索。对于知识掌控的广度和深度都是挑战，更能凸显这个考生在临床上的思维模式，甚至
暴露盲点。那也就是说，他考试的时候每一项都得使劲问清楚。当然了，但是有时间限制，让你们24小时啊。听起来就好难。这是你最有可能赢杜弟的部分，应该说最有可能大比分拉开差距的部分。我指导你，林卫指导杜弟，你们问，我们监督，这可是很难得的学习机会，你一定要集中精神。好的。哎，整天不好好看病开刀，没事今天开个会，明天比个赛的，形式主义啊，害死人。林医生，你能不能认真点儿？我要赢。嘿，我是想让你放松点，你这还嫌我不认真了？既然要比赛，就要赢；既然要赢，就要认真。你们这些好斗的人，整天活得累不累？行吧，开始。夏小雨，23岁，哪里不舒服？这里下火，肚子疼，疼多久了2个小时。肚子疼在内科、妇科有无数种可能，有可能是宫外孕，也有可能是卵巢的问题，得先问问月经周期。你上次月经什么时候？您说开始还是结束？开始。10几天吧，我忘了。10几天，你再好好想想。这跟肚子疼有什么关系？10来天的话，应该不是宫外孕，但是这姑娘这么稀里糊涂的，也难说是不是记错时间了。你肚子疼之前同房过吗？有，勉强能排除盆腔炎。给你做个 B 超，验个血。好的。不合格。为什么？今天进来的第一个病人，都是我们请演员回来演的假病人。这个女孩主诉腹痛2个小时，你除了要问她月经周期之外，你还得问她同房后发生了什么。同房后发生了什么？这怎么办呀？你叫她去做 B 超和验血，那当然很快就知道她的问题出在哪里。但如果你在条件没那么好的偏远地区呢？问诊问出了同房后下腹痛，这区别于自发性盆腔炎还有宫外孕的疾病。同房是在月经后1到2周内，而不是在月经后2到3周。同房后马上出现恶心、呕吐，1个小时左右下腹痛，而不是马上就下腹痛。这些都是在设计的剧情里面，你都没有问出来。这些细节都会与黄体破裂的症状区分，你问完以后就能够判断是卵巢囊肿地扭转。这个腹痛看似简单，但是到处都是陷阱。即便人家也是女孩子，你也是女孩子，同房后的细节你还是不好意思问。如果这一题有5分的话，你只拿了1分。46岁，离婚，我离婚了，出血多久了？这几天断断续续的，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。46岁，不规则阴道出血，可能是围绝经期功能性子宫出血或者子宫内膜疾病。生过孩子吗？我孩子都15岁了，生完就上环了。那就是上环15年了。啊，刚取出来了，因为那个环它位置下降了。这是早上做的 B 超吧？报告给我看一下。报告显示，超声发现宫腔内有不规则递回声，血流丰富。子宫内膜癌？不是子宫内膜癌。你怎么知道我这么想的？谢谢你，你可以先出去了。是你们请的演员啊？你没发现少看了一样东西吗？血常规 HCG。可能是。人家说自己离异，不代表人家没有男朋友，人家46岁，不代表不会怀孕啊。这个案例到处都是陷阱，而你的惯性思维就是让你输的原因。所以她是宫内环下降怀孕了，出血是流产不全导致的功能残留。天哪，这么大一个坑！你们这些小菜鸟，全国大赛那些评委最喜欢看见的就是你现在的表情。加油吧！你好，哪里不舒服？谢谢。如果你觉得实在是挺不能忍了，谢谢。你好，
想得了多少分？完败。我也是。不过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这说明每道题必定有坑。所以在问诊的时候要打破常规。没错。走吧，去食堂看看还有什么剩菜。夫人，还没吃饭吧？我给你打个饭。什么好吃的？赶紧去吃吧，要不凉了。啊。现在备战的怎么样了？我跟林卫交流过了，两个人都越来越熟练了，但是也有轻微的不同。吴聪瑞呢，面善态度好，患者容易跟他建立起信任，但是一到下诊断呢，总是犹豫不决。杜弟呢，反应快，决断快，但老是问的患者心里很不舒服。我看啊，这全国大赛啊，这两个人都有漏洞，但我也知道全国大赛也会特意找来一些来闹事儿的演员。如果在这种演员面前，我觉得吴聪瑞会占上风，因为他的沟通更有耐心，不容易发火。我看未必。杜弟呢，虽然说脾气比较火爆，但是真要打起来，肯定不会吃亏。全国大赛会真打起来吗？你想什么呢？现在的医患关系这样，当医生的真是又得会看病，又要会说话。不管怎么样，还是得在实战当中去吸取经验吧。对了，你们有没有那种特别难搞的患者，让他们体验一下？还真有一个，在肿瘤病房，我叫他们轮过去。嗯。瑶瑶对吧？我们来抽个血。你哪里的？我是隔壁产科病区的护士，据说你把这边的护士都给骂走了，肿瘤区的护士长借我过来了。你不也是个小屁孩吗？有什么经验呀？我要的是护士长。护士长没时间天天给你抽血，而且呢，这是我们护士的工作。哎呀，不抽，你滚！护士长叫我抽完再走，这是我的任务，麻烦您配合一下。我凭什么配合你啊？王主任，患者来了。你好，瑶瑶，请坐。你们不给我抽血，带我上这儿干什么呀？我叫黄玉玲，是妇产科的主任。听说您坚持让我们的护士长给您抽血。其实我们普通的护士呢，每天都会抽上无数次的血，手法很熟练的，不会让您不舒服的。护士长如果不优秀，怎么会变成护士长？你们医院的套路我都知道，就喜欢拿我们这些病人练手吗？不是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吃这一套。您可能不知道，自己的病情是需要信任医生、配合医生的。您确诊的是晚期卵巢癌，这是妇科3大恶性肿瘤之一，死亡率非常高的。我知道，你不用强调。我现在就想知道，你们打算怎么治疗？虽然死亡率是非常高的，但是我院的患者5年的生存率也是很高的。目前来说呢，手术、化疗、靶向以及免疫治疗是卵巢癌的最主要的治疗方式。但是中晚期的卵巢癌最好使用的方式是肿瘤细胞减灭术。但您放心啊，在我院肿瘤细胞减灭术是非常成熟的。我院采取的综合手段规范治疗的中晚期卵巢癌患者，5年的生存率高达50%以上。我知道，我查过了，现在也只能用肿瘤细胞减灭术。初次的肿瘤细胞减灭术会尽可能达到无肉眼残留，所以需要跟您提前沟通的是，卵巢癌所形成的盆腹腔肿块常与盆侧壁、子宫、膀胱、直肠等浸润性粘连，所以往往会涉及到肠道和膀胱。那好，那如果手术当中出现了肠道或者膀胱的损伤，我怎么知道是无法避免的，还是因为你们医术不精造成的？那您觉得哪位医生的医术能够精到让您完全认可呢？信任呢，是医生和患者之间最基础的东西。既然你选择了圣济，那就证明你是认可这个基础的。我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好好合作，一起战胜癌症。小护士呢，还在病房里面等着你。
虽然他的年纪轻，却是我们妇产科里面手最稳、最熟练的一位。要不您先让他试试，如果他确实很棒的话，您可以尝试在这一点上开始信任我，好吗？你们两个先反思一下自己刚刚的问题在哪里。我只是把事实先告诉患者，而不是避重就轻的去谈，算是问题吗？美化病情，我觉得对治疗并没有帮助。大部分的患者对自己的病情是不了解的，甚至是完全不了解。你们应该做的是先安定好患者的心态，尤其是这种中晚期的患者，因为在抗癌的过程中，心态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一下来就定义他活不过5年，他会失去信心的。而吴聪瑞过于乐观，很容易会让患者误解，一旦达不到目标的话，他们很难接受的。唉，还有3天就手术了，这3天之内，如何让他信任医院、信任医生，就看你们的表现了。你们打算把刀口开在哪边？左边还是右边？卵巢恶性肿瘤细胞的截面术应该取正中纵切口。我的肿瘤在右边，切口为什么要在正中间呀？我们不是来被你考的，刀口具体怎么切要看主刀医生的判断。医生的官腔又来了，开腹后总要探查对吧？先探哪边？左边还是右边？没有固定的左右顺序，这要看患者的具体情况。不管是从左边开始还是从右边开始，都要全面。我就说我就是具体情况。右边，肝在左边还是右边？脾在左边还是右边？如果从您的右侧腹腔开始探查的话，要从右腹腔的上方，然后继续往下深探。这不是你们张嘴就能来的常识吗？啊，还用想这么长时间啊？是这样的，我呢也没有做过全腹腔的肿瘤探查，我呢都是看老师做的，所以我得给您叙述一下整个过程呀。蠢材，庸医，左右都分不清楚，你分得清左手和右手吗？你到底是左脑蠢还是右脑蠢？我只知道你灌肠只有一个入口，在中间。今天就好好灌干净，免得这房间里面怨气冲天。你们都滚出去！这房间空气就清新了。我们马上就管，你别生气啊。你就别跟一个癌症晚期的患者计较了，退一步海阔天空啊。你想啊，他之所以那么骂人，就是因为他内心恐惧。你换位思考一下，骂2句就骂2句吧。我知道，大家都觉得我不会跟患者沟通，认为这是我最大的缺点。但是医生没有必要去迁就无理取闹啊。医生也是人，当他遭遇辱骂的时候，也会生气，也会难过。医生就要变成忍者神龟吗？如果说人心坏了，医生可以医人，但是医不了心，医生也不是救世主。但是如果你们都是这种论调，那就是对坏人的纵容。像瑶瑶，她就是痛恨医院，痛恨医生。我现在不会纵容她，以后也不会对她客气。什么？杜迪已经不耐烦了？我觉得医人和医心必须是同时的，不，医心在前。解除患者的心病，让患者能够信任和配合我们，这样医治的效果才会更好。所以呢，我检查过瑶瑶的病历，发现她单身离异，10年前还切过1侧卵巢。我想从她的病史入手，看看她对医生那么大的敌意，究竟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啊？你这都快成法医了，这个病还要追溯到10年前啊？这是既往史啊，不光是病情的既往史，还是心理的既往史。你是想让我告诉你，他是在哪一家医院做的手术，还有手术医生是谁？
我们在接诊之前已经是手术前夕了，我就想问问他有没有跟对接的医生透露过什么。第一个被他骂跑的医生倒是跟我抱怨过一嘴，说什么10年前做砸的手术，怎么就让他恨上所有的医生了？你找他问问吧。谢。行了，去办住院手续啊。慢点啊。前面右转。怎么样啊？你说的这个瑶瑶啊，是挺惨的。10年前到处治不孕不育，后来就查出来了右侧的卵巢巧克力囊肿，有一个治不孕不育的医院就说把它切了就行了，结果打开之后稀里糊涂把人左侧好的卵巢给切了。哎呦，家属不干啊，四处要赔偿，最后闹得那医院都跑路了。怪不得总是纠结左边还是右边，原来是怕我们又给他切错了。其实我也挺同情他的，但是我也受不了他。祝你好运吧，啊！你看一下那个规定。你看这成箱的进口水果，好好的，你看看那个鲜花礼品店能不能给收了哈？哎，看这个燕窝，有一小姑娘就喝了一口就嫌甜，整个都不要了。但是这可惜了，不能整盒卖了。燕窝这东西很贵的吧？嗯，你说这有钱人真不拿钱当钱。别提了，看这还有衣服呢，多好的衣服，这病人的亲戚送的，就看了一眼就说嫌不好看，不要了啊。也没拆封，要不然咱俩留着吧。说什么你？是。半夜偷东西分赃不太好吧？不是，你不是偷的，这些都是病人和家属白天扔了的。哎，我看都是好好的东西，扔了怪可惜的，就收拾了一下，放在茶水间，等朋友来了马上准备卖，这不是偷的。朋友，谁大半夜的把院外的人叫到医院里来啊？走，跟我保卫科去。哎，他就是每天给我们送外卖的外卖员，人家有正经工作，犯不着偷。我们又不是贼，干嘛去保卫科呀？现在我要是放他走了，明天病房里少什么东西，我们全科室的人都跟着倒霉。走，跟我去保卫科。你别走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！有本事你也走啊！苏护士，我行得正坐得端，有些病患家属有钱不惜物，就喜欢糟蹋东西。这每天从病房里扔出去的东西，在我们那儿，有的人是一辈子都还没吃过、没用过的。我就是可惜这些物件，我把它们卖了，既不浪费东西，还能贴补家用。你不要总觉得我们农村出来的人都是贼，我们也是凭自己的努力好好打工的，人穷志不短。这些垃圾都是患者的，没有经过消毒，你拿出去，这都是传染源。好，就算你不是偷的，你拿出去卖也是不对的呀。我对农村出身没有任何看法，我对不遵守医院规定的人有看法。今天你必须跟我去趟保卫科，把事情交代清楚，否则明天我就跟你们领导说。好，你这个人怎么说不通呢？哎，我以后再也不捡垃圾了，行吗？不行，走。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？不通人情还不讲道理，就你这样还想嫁给李军霄？我跟你说，我是他姐，有我在，你永远都别想进我们家门。对不起，真的非常对不起。我姐姐确实贪图小便宜，但绝对不是小偷。我说呢，这每天回来给我拿几十块钱，原来私底下做这种事情。你说她要真是小偷，也不至于从这每天偷几十块钱的东西吧？所以你们真的是姐弟？是。我还以为你是多么清贵的高攀不起的男神，原来是一个隐藏自己出身的虚伪男人。就你这样的还看不上我，去追吴聪瑞啊？大家同事一场，说话也没必要这么难听了。对啊，说话有必要这么难听？实话一直很难听啊。也是，追白富美，证明自己，不是你们这种人的一致行为吗？我不是白富美，你看不上我很正常。
但是我告诉你，卢从瑞善良单纯，你这样满口谎言的骗子，最好别招惹人家。你等等，你说谁是骗子呢？你干什么？你还嫌事不够大？你跟王大成分手了？我跟他就是普通朋友。你别骗我了！你每天发微信发到半夜，去楼下拿个外卖拿半天，这种事情是王大成撺掇你的吧？你怎么一跟人相处就掏心掏肺的？你们谈多久了？这也没多久，就1、2个月吧。我接受不了我的姐姐嫁给一个送外卖的，分了吧。不是你怎么就接受不了了？我不就是一个离过婚的护工吗？送外卖怎么了？我跟送外卖是门当户对。我希望姐姐在城里找一个有技能的人，从而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。你找一个王大成那样的，你这辈子能有出头之日吗？不觉得我自己是低阶层的人，我也不觉得王大成是。姐，我从小到大这么努力，我一刻都不敢松懈。我为什么？我不就是为了想让家里人过上体面的生活吗？结果呢？每当我觉得自己要改变生活的时候，现实就一次次的抽我的脸，打我的嘴巴。我自己喜欢的女孩，我不敢去表白。你都已经到城里了，你怎么又和王大成在一起呢？你就不能往上看看吗？那你告诉我哪儿是上，哪儿是下？我觉得送外卖挺好的呀。结果呢？每当我觉得自己要改变生活的时候，现实就一次次的抽我的脸，打我的嘴巴。我自己喜欢的女孩，我不敢去表白。你都已经到城里了，你怎么又和王大成在一起呢？你就不能往上看看吗？那你告诉我哪儿是上，哪儿是下？我觉得送外卖挺好的呀，我都是靠自己的努力赚点辛苦钱嘛。你现在是爱慕虚荣，你知道吗？这样迟早要吃亏。你给我的药肯定有问题，我跟你说，灌肠就没灌干净，根本没灌出什么东西来。不可能给错药的，没灌出什么东西。会不会是你最近几天没怎么进食？我自己有没有进食，我自己不清楚吗？你现在去给我查你们库存，你去看看是不是多出来1包灌肠药。去呀！连灌肠药都能找到攻击点，我提醒你，在术前你还有5、6项的检查 ，B 超、CT 有可能会看错，血常规有可能血样污染，上了手术台，手术的切口可能太大会太小。你要是一直这样的话，别做手术了，你走吧。我就不走，我要查清楚你们的每一个问题，我要救那些不知情的患者，我要让你们用每一种药、下每一针的时候都如坐针毡。杜迪，别生气，好好沟通，好好沟通。你又想骂我什么？来呀，我不怕，你们轮流上我都不怕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向遗体告别啊？咒我死呢？对不起。你玩什么花样？10年前，您被切错了卵巢。原本想切掉有卵巢囊肿的那一侧，以为这样就能怀孕了。没想到医生给你切错了。您这个手术不是在我们医院做的，做手术的这个医生也不是我们医院的医生。但是我还是想替那个粗心的医生跟您说声抱歉。他是欠我一句对不起，但是
是一个卵巢，那是一段婚姻，一个家庭，一个从希望变成绝望的破碎的女人。卵巢囊肿，理论上不用把卵巢全部都切除，所以从一开始他就是想图省事儿。我很难想象这10年你都经历了什么。我现在能做的，除了跟你说对不起，除了替他跟你道歉，我能做的就是在接下来的手术当中做自己能做的事儿。我希望你能来监督，但是我希望你能用好的心态来监督，不要总是骂人生气，这个情绪对你的身体真的不好。没用的，没用的。你不要在这儿跟我装好人，你们都走吧，出去。我瑶瑶，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这些庸医。出去吧。冷，好冷。患病的右卵巢和正常的左卵巢，用手摸都摸得出来不一样。那个医生是怎么做的手术啊？喝了2两，肯定是喝醉了。这心病啊，还是得心药医。我觉得他现在这个状态，得每天有人开导劝解他，要不然就算是手术成功了，我看他也存活不了多久。一个已经被仇恨占满了一切的人，劝解开导有用吗？那些被他赶走的医生和护士，难道之前没有劝解开导过他吗？在他眼里，我们是对立面的，说什么他都很难听进去。要我说啊，等他割完了肿瘤，身体状态恢复一些，心情自然就会好很多。你现在在这瞎折腾，就是浪费时间。我不想在手术室看见你，你出去，滚出去！你别喊了，你不难受吗？你来医院做化疗、做手术，为的是什么？不就是为了活下去吗？你那么想活，为什么要把自己作死啊？你要不想治疗，现在就可以离开手术室，出去。那你为什么又要配合我们做所有的术前准备工作呢？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想不想活？我想活。给他麻醉。好。今天的手术是难度非常高的晚期卵巢癌肿瘤细胞减灭术。如你们所知，卵巢癌肿瘤细胞减灭术并不是单纯的全子宫、双附件、大网膜、阑尾、盆腹腔淋巴结的清扫，而且尽一切努力切除一切肉眼可见的病灶，包括转移灶，减少肿瘤负荷。我们还要照顾到患者有没有其他的人文需求。这位患者10年前一桩医疗事故让他失去了左侧的卵巢，他认为这是他以后所有悲剧的开端，所以他希望可以保住另外一个。今天我们的主刀医生是我院泰斗级的妇科肿瘤专家卢教授。卢教授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好，卢教授都请来了，这场手术真是千载难逢。这卢教授很厉害吗？要我说，你就应该回到你的国外去。像卢教授这样中国妇产科泰斗级的人物，你都不知道。卷地毯手术最出名的大家。谢谢你告诉我。可以开始了吗？生命体征平稳。手术时间早上9点15分。小黄，很久没站在左边了吧？当年能跟您同台，简直是天大的荣耀。好久没站这边了，这一下倒是感觉自己年轻了10岁，回到过去了。这左边右边还有什么讲究吗？卵巢卷地毯这样的大手术，需要2个主刀医生精密合作才能完成。一般上级医生站在右侧，黄主任年少得志，很久没有站过病人左边了。腹腔打开了，先取腹水。恶性肿瘤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进行全面探查，评估病变的范围。我来考考你带的小姑娘。现在腹腔打开了，为什么看不到大的网膜？肿瘤转移导致大网膜挛缩了。说的没错。
卵巢癌的转移啊，就像在腹腔里撒了一把米，到处都是。肿瘤细胞歼灭术需要尽最大的努力，切除一切肉眼可以看见的瘤子，有时候多的时候是几百个，上可到胃，下可到肠，都会布满大大小小的瘤子。这就需要医生有能力，需要医生有坚韧不拔的毅力，更需要医生有一颗为病人付出的心。好，洗手，继续探查。右边的卵巢有一个巨大的包块，周围的粘连非常严重，膀胱和子宫的直肠窝都有受累。摸一下肝的周围，有个包。下一步是横膈，横膈上面密密麻麻，摸上去像癞蛤蟆皮。不意外，横膈非常容易转移。哎呀，我看一下小肠。一个区一个区看仔细。先做网膜。网膜柄附近的肿瘤，医生的血管特别多，一定要一边做一边止血，每一个小瘤都要做止血处理，我们绝对不能二进宫。你们说说，为什么要严格止血？卵巢癌肿瘤细胞歼灭术创面很大，手术时间长，麻醉深，而且血压也比较低，所以微细的血管是不会出血的。但等到麻醉过后，血压回升，小血管就会重新出血。这次手术找卢教授来，就是因为这个手术需要团队的作战。我夹住血管，卢教授立刻进行血管结扎，这样我们才能保证一个都不漏。网膜拉钩的小大夫，你辛苦了，这要持续的拉，把手术视野暴露好，你要加油哦。哎，干嘛使那么大劲儿啊？血管要被你拉开了。对年轻的医生来说，拉钩啊，就像修行一样，太紧了不行，太松了也不行。你们现在好，有这个超细刀，把这个肿瘤融化一吸就干净了。当年我的老师做手术的时候，那真叫硬割。来，充分暴露一下，我处理一下网膜。为了患者能多活几年，就这么一小支一小支瘤的割，这个患者还对10几个医生护士出言不逊，真应该好好让他看看这个过程。哎，我问你啊，像这样一场手术，在国外需要花多少钱？不知道，没得过卵巢癌，没做过这个手术。硬骨头来了，脾门附近的网膜切除，网膜与脾脏形成粘连，分离要格外小心，不能撕到血管，这里要用超声刀。患者很害怕手术过程当中有并发症，害怕也没有用啊。卵巢癌手术因为撕伤脾导致整个脾脏切除的，绝不罕见。小姑娘，术前你是不是跟患者打了包票，或者被患者说话了？我没有，你有。切口还要开大。贲门附近还有一个小瘤子，做到位了，要不要叫外科医生？我做就需要，卢教授做就不用了。太厉害了。当然了。听说杜弟你想做妇科肿瘤的医生，那就向着卢教授的方向前进吧。我只是你前进路上的一个路标而已。你太谦虚了，小姑娘，你要愿意跟我学，有什么事情尽管问我。谢谢卢教授。一场手术，又攀上了这么一个泰斗级的人物。我跟杜弟处了这么久，不知道他这么会爬。那你真是白处了，你都不知道他是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才如此优秀。哼，哼。胃和脾脏部分的扫掉了，开始卷地毯了。要把长了肿瘤的腹膜像卷地毯一样卷干净吗？卢教授跟黄主任的搭配简直是2重奏，和谐、干净、流畅。这句话我没有任何意见。膀胱没有损伤，卷完了，整块腹膜切掉了。
现在松气还太早啊。出血了，静脉破损了。别慌，拿一根5个0的血管缝线，最细的那种，显露夹住然后缝合吗？对，给我一个尖的长镊子。用尖镊子压住，洗干净，把口缝上。看见了吗？5个0的线，你们一天想着做手术，医生，血管能缝吗？好了，继续清扫。清完了，下面要请外科医生来切直肠。我们的任务完成了，小黄下来吧。马上。从瑞，你过来扶我一下，我的腿动不了了。后生可畏啊！吓到了。与其说吓着了，不如说被震撼到了。像我这样，连医人都做不好的医生，还要去跟人讲医心，实在是太可笑了。卢教授这样的人，是符合肿瘤方向的大神。他对你们这么耐心，再加上他手上堪比顶级外科医生的技术，还有他的学识和经验带来的气场，谁见了不说震撼？行云流水，你知道那种行云流水的感觉吗？卢教授刚没有1秒钟的犹豫，哇，太完美了，简直就是艺术。你是不是还要看回放？这种神仙手术视频当然要看几10遍了。嚯！不喝饮料了，回病房吧。不是说买完饮料去吃饭？不想喝。看来他们两个对我们很不满意。不是的，是在瑶瑶这件事情上，我们俩总是吵架。对了，我要去看一下黄主任，他半天都没出来了。刚才下了手术台，就一直不太舒服，我得去看看他。怎么肿成这样了？哎呀，帮帮我，孕晚期，子宫压迫下腔，静脉回流受阻，没事。哎呀，你不能再这么手术了，你最好还是请假休息。还是在医院比较开心。自从你上次回来以后，无论我怎么问你，都说没事儿。孩子上次在派出所到底怎么了？还有你身上的伤，我不想再提起这些了。总之，都过去了。老师，我知道你很坚强，你特别优秀，但是我真的不想看到你受伤害。当然，我也知道，你不想把没面子的事情告诉我这样的一个菜鸟，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？一旦发生任何你觉得危险的事儿，你发一个暗号给我，可以吗？你必须答应我，你要是不答应我，我就把你受伤的事情告诉所有人。什么暗号？明天手术你来主导，
行啊，挺聪明的。一来看起来就像一个特别正常的工作安排，二来又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我真的很担心你，我总怕你身体出问题。好了，我已经答应你了。扶起来吧。哎，啊。什么时候去买的奶茶？瑶瑶出院前给大家买的，说是感谢医院救了她的命。他这么嘴硬的人，竟然还会说感谢啊！我以为他走的时候得说，我要是出现什么问题，我就拿你们这帮庸医试问。之前有多横，现在就有多感激，也是个可怜人。他这本书送给我了。他觉得，如果医院里面都是像我们这样的医生，这本书也就不存在了。这里面写的什么呀？给我看看。先别着急看这个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让你看。还要勾叉优劣对比图，就是李军霄优劣对比图，左边是优点，右边是缺点，优点多还是缺点多，一目了然。多弟，你至于吗？我跟你说了，我俩没什么。还有，你这右边比左边多出2/3去，这人得有多坏啊？优点，高大，长相上佳，身体健康。从优生优育的角度来看，合格。智商中上，学位博士，跟你一样，也合格。缺点，将女性当成生育工具，祖传的重男轻女，不合格。对社会常有不公平感，极度自我，好对比，不合格。极度自负又极度自卑，虚荣好面子，不合格。大男说了，怎么了？我说的是事实，你也知道的呀。我哪说错了吗？我们俩可能处理感情的方式不一样，就好比我跟冯远航离婚了，我是不会说他不好的。你这样说李军霄，我很不喜欢。我不是要报复他，我是担心你再被伤害。李军霄这个人，我太了解他了，他的缺点根深蒂固。我不相信一段感情可以改变一个人骨子里面的东西。也许是他以前遇到不对的人。你喜欢上他了，对不对？不然为什么一直替他说话？你还爱他，对吗？不然你为什么那么介意？我可以非常确定地告诉你，我已经不爱他了。我们两个开始恋爱就非常冷静，一路走来也非常冷静。现在想想，我们可能只是为了在一起而在一起。直到跟他分手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其实我们两个追求的东西根本就不一样。也许你说的对，他遇上我是遇到了错的人。我今天跟你说这些，是怕你为了气冯远航而跟李军霄好。我不希望你再受第二次伤害。我是真的在关心你。你这孩子，这么晚了还让人出来逛商场。我白天要上班，实在是没有空啊。这楚楚马上就要生了，再不给孩子买点东西，孩子出来该讨厌我了。你那么喜欢小孩，宝贝一定很爱你的。这个呢，是我妈妈家族里面第一个孙辈。本来我那个呢，应该是第二个，还想着出来之后捡捡孩子点衣服穿什么的。结果还会有的，都会有的。我的旧衣服给你留好，随时欢迎来拿。你就听他这么一说吧，这以后真的怀孕了，肯定全套都是新的。我觉得打扮小孩是一件特别容易好的事情。楚楚啊，我实在不知道你缺什么，你别光溜达，你好好选一选啊，看好的，通通我来买单。是呀，也不知道男孩女孩，你说这买什么颜色的也不知道。
我买东西的时候也很发愁，本来想悄悄请聪瑞帮忙看一眼，后来一想，算了，不能让表姐违法纪律，哇，就当开彩蛋了，还和他爸打了赌，我赌女孩，他赌男孩，谁输了谁请吃豪华大餐。那我加干嘛？你说吧，加哪边？我想想啊，男。哟，楚楚，楚楚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哪不舒服？没事，最近有些胸闷，才做个产检，没什么问题。我听你妈说，你前阵子发烧了，可能是着凉感冒了，也不敢吃药，就硬挺了几天。哎呀，你赶紧去医院看看吧。你这胸闷加发烧，如果严重的话，楚楚，怎么了？楚楚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楚，孩子，你别笑啊！啊，怎么办呀？啊，你先别笑，找人。啊，有人吗？快来人呐！这有人昏倒了，快来人！打120，打晕倒了，是个孕妇，在5楼婴儿用品这边，好像没呼吸了，你快救救她呀！我不确定她怎么了，我就错了怎么办呀？你是医生啊！啊，这里边只有你一个医生啊！你不救她谁救她呀？啊！先给她楚，放平。这怎么办呢？这是。CPR， 对。楚，醒醒！妈，她有遗传性心脏病史吗？没有吧？我也没听说过。楚，爆发性心肌炎，打120了吗？打120了吗？打了。这有医疗箱，看看有没有用。AED 给我。男士回避一下。你这是要电他吗？不会有事吧？心脏骤停，80%以上是因为时差。他现在无心跳、无阻止呼吸、无循环紧张，虽然对胎儿有影响，但是现在救命要紧。我能帮上什么忙吗？妈，让。楚，注意脚下。先确认胎儿在宫内的情况。还有什么？患者孕34周加4，主诉前5天有感冒、胸闷，刚才忽然失去意识了。CPR 急救之后才恢复了心跳，但是断断续续的。你是医生？我是正畸妇产科的。我现在怀疑他妊娠合并爆发性的心肌炎。心源性休克，有时差，还得出产。我给急诊打个电话。喂，我是妇产科的住院医师吴聪瑞，现在护送一个疑似妊娠期合并爆发性心肌炎的患者过来，还有20分钟就到了，请联系麻醉科，准备体外循环下剖宫产。现在就准备体外循环，是不是早了点？不早，他爸爸这么急，肚子里还有个孩子，恐怕要上体外循环的情况下跑了。情况非常严重，孕产妇绝对不能出事，她短时间内恢复性功能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再这样下去，器官会出现损伤的。尽快传我们 ICU 上艾克玛吧。家属呢？我是他的家属。市级更台电话要求我们准备了吗？对，是我们科室。急救处理啊，安全到位，后续想的也很及时、很明确。上吧。我不是他直系家属。那直系家属呢？我签字吧，我是他表姐。聪瑞，你放心，副院长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孕产妇出事就是大事，心内科的主任也马上到了。谢谢你，田主任。你做得非常好，处理得很冷静。去，陪妈妈出去休息一下。好。玉润，刚才你们说那个什么猫，是什么意思呀？楚楚的心脏有很严重的问题，已经不能支撑全身的循环了。
ECMO 是一种顶尖的体外生命支持技术，它可以代替人的心肺功能，让楚楚的心脏和肺脏得到充分的休息，也有充足的氧气，这样给医生准确的诊治他，争取时间，要不然楚楚人很快就没了。哟，这么严重呀，宝贝儿，妈妈第一次觉得女儿学医真好。妈，ECMO 一天是很贵的，小姨会不会怪我？这命重要还是钱重要呀？如果小姨真的怪罪下来，那咱家出这钱，多少钱？加上重症监护室住院，1万多一天。一天1万？哎呦，这么贵呀！姐，哎呀，楚楚怎么样了？楚楚刚才晕倒是心源性的休克，紧急彩超显示的是爆发性的心肌炎，这样下去楚楚就猝死，所以我亲自给她上了 ECMO。什么 ？ECMO？ 你知道吗？对，我在电视里见过，那上 ECMO的，不是都快死的人了吗？啊！哎呀，这楚苗好好的，我要去见楚楚。小姨，你先别着急，现在 ECMO 的团队正在给她穿刺植入 ECMO。情况怎么样？吓坏了吗？自己家里没人，真的好后怕，生怕自己做错了哪一步，被家里人记恨一辈子。可是你做得很好啊，你用医生专业的态度，上 ECMO 也是唯一的选择，如果不上人就没了。我根本就不专业。我当时真的吓懵了，我连 CPR 怎么做的我不是个合格的医生。你是个合格的医生。我现在该怎么办？田主任让我判断妊娠终止的时间。你要跟随你医生的本能，利用你这么多年所学的医学知识，从人，你本来就是可以的。这次急救也证明了这一点吗？以后你要自己决定很多重要的事情，这样你一定能赢过毒敌的。可以吗？什么叫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病毒性爆发性心肌炎，在 ECMO 的支持下，我们给予了减轻心肌水肿、调节免疫、抗病毒治疗。现在患者的身体体征呢，已经逐渐平稳。妊娠期加重了病毒的感染，母体心功能急速恶化，严重缺氧。你是家属吗？你可以吗？我的家人相信我，我也相信我自己。开始吧。红瑞，放心吧，有我呢，我一定保护好孩子。谢谢。手术时间9点10分。马上去找孩子。拉住，我只有30秒时间。怎么样？早产，肺功能不全，还有其他健康。这些量表和流程现在看起来都比较合理，但我觉得还是小范围的试用一下，看看是不是还有地方需要再调整。我想问你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
我去花园找你的时候捡到这个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你还爱他吗？怎么会这么问呢？我写的几行字和你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吗？看着我的眼睛，告诉我，你还爱他吗？为什么所有人都问我这个问题？为什么不接啊？为什么要这样？万一找你是你妈有什么问题呢？不可能，现在就算是星星月亮，他们都会摘给我妈的。只要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好，连被蚊子咬个包都要问我能不能用花露水。这一天一直给我打电话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事。不一定的。虽然大家都很在乎你妈妈，但是根据我这几个月在妇产科的观察，就算很多家庭很照顾胎儿跟母亲，但是还是有一些迷信跟知识盲点。而且以你对你爸的了解，一直给我打电话，什么事啊？你还知道接电话呀？你还在乎你妈的死活吗？少说废话，到底什么事？杜弟啊，我跟你爸回乡下奶奶家了，你奶奶想你了，你能不能回来一趟？他那个老封建老古板怎么会想我呢？你们到底想说什么啊？我都跟你说了，不要给这个没良心的打电话。杜弟，妈求你了，你回来一趟好不好？求什么求？挂了。你看，自讨没趣。我怎么觉得你妈妈在求救呢？你之前说你奶奶不喜欢你和你妈妈，现在妈妈在那边，非叫你回去，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？我回去一趟。我陪你回去。你陪我回去？嗯。干什么？怕你冲动。而且，作为你男朋友，不应该陪你回去吗？难道是我对这边的习俗有什么误解？你要跟我回去见我爸妈吗？嗯。你见到我爸妈以后说什么？如果他们问到以后我们两个有什么打算，你怎么回答？你想清楚，在中国，这是件严肃的事情。